发年终奖的前一天，老总突然找我谈话。小王啊，从明天开始，你的月薪从2.8万调到1.5万，你没意见吧？理由呢？这次降薪是上面的意思，你带个头，你们组就你薪水最多，同事们的意见都很大，不利于团结。明天就要发年终奖了，老总现在给我一个人降薪是什么意思？更何况我是组长，也是核心技术骨干，薪水多一点不是很正常吗？公司什么时候公开待遇了？不是不让讨论薪水吗？其他同事怎么会知道待遇差别呢？这个嘛，只是包不住火的。老罗眼神躲闪，又补了一句：你的年终奖被领导平衡了，分给了新来的小刘。年轻人更需要鼓励，才能尽快的成长。行啊，没问题。我只思考了3秒，老罗倒是语塞了，没想到我这么痛快。好，越来越有大局观了，我看好你。真是可笑，我辛苦干了1年，尤其项目赶工期的时候，我整个人几乎都泡在项目上，年底不但没有奖励，还要遭受不公平的待遇。等我回到工位，刘冉居然坐在我位置上，电脑主机上插着我的资料硬盘，而我其他的东西早就不见踪影。王哥，我怕热，原来那个位置空调不足，所以跟罗总申请坐在这里，你跟我换一下，不介意吧？我的东西呢？王哥，你不会生气了吧？要是你生气的话，我换回来就是了。你东西都在我那边呢，一样没少。看了眼周围的组员，平时一个个嘻嘻哈哈的围在我周围的，现在都低头假装很忙的样子。不用了，你爱做就做个够吧，组长也让你做好了。王哥，你说真的吗？刚才罗总也跟我谈过话，让我们年轻人要勇于承担，多帮你分担些，我还怕你不高兴呢。他的话音刚落，罗总就过来当着全场宣布，今年开始，我们组长实行轮岗制。小刘之前有2年海外留学经验，技术上肯定没问题，语言上也有优势，从今天起他就是新组长。之前项目的负责人也都转给他。小王，你也忙了一整年，趁这个时候可以好好歇一歇了。众人都被这个消息震惊了，办公室瞬间安静了下来。谁都知道刘冉是张总的外甥，海外花钱混了个文凭回来，连英语说着都烫嘴，更别说懂技术，现在连演都不演，直接应付上位了。恭喜啊，刘组长，今后带领我们再创辉煌。我带头鼓掌，随后周边掌声也陆续的响起。张总走后，我转身也走到楼梯间，拨通了甲方的电话。舅舅，给我们公司的那笔项目款先不要打过来，我们老板说钱太多会影响团结。舅舅被我的话逗笑了，反应过来之后又骂道：是不是被你们公司欺负了？我早就叫你回来自家公司舒服当甲方，可你不听，非要去乙方干那苦逼技术员，现在知道后悔了，赶紧回来帮我打理公司。是后悔了，但还不到走的时候。全公司只降薪我一个，组长职位也突然被撤掉，年终奖全给了新人，种种迹象表明，公司就是想不花1分钱赔偿，逼我自己辞职走，这不是摆明了欺负人吗？近年来地产不景气，连带建筑行业也很惨，设计行业一天比一天难过。这几年我在设计公司见得多了，无良领导的常用裁员方式都是不按照 N+1 的赔偿，而是用降薪，甚至只发底薪，但工作量却暴增，强制997的方式逼你不得不自行离开。公司还不需要赔偿1分钱，毕竟是你自己扛不住要走的。没错，我们公司已经用这种方式逼走了很多骨干。之前我没被如此对待，或许是项目上还要用我，又或许只是还没轮到我。当初你妈见你到处奔波碰壁，让我把家族产业5星级酒店的设计案委托给你们公司，总设计费都有1000万了。我昨天还交代财务给你们公司拨款，没想到你们老板今天就把你降职了。难道你老板不知道我们的关系吗？不知道，我觉得这跟工作是两码事，也没必要说。我平时比较低调，只知道埋头设计和跑工地，所以老板并不清楚我和甲方的关系。在确定明天会打款后，生怕身为项目负责人的我分到大头奖金，火速把我撤职。可惜了，这次他们想裁掉的正好是公司的金主大动脉。就算要裁员，给我合法的赔偿，我也不是不能接受。但现在用这样肮脏的手段，我一个工作8年的老员工绝不可能接受。那你打算怎么办？我决定原地开摆，顺便欣赏下他们是怎么庆祝年终奖的。小王啊，下个月开始你的月薪从2.8万调到1.5万，你没意见吧？发年终奖的前一天，老总找我谈话，说我薪水太高了，同事意见大，不利于团结，要给我一个人降薪，把我的年终奖分给新来的关系户。我爽快答应，直接开始摆烂。王鹏，酒店设计图快点发给我，甲方项目经理又在催了。有什么事回头再说，我先去趟厕所。我甩下这句话，直接去了洗手间，打开手机免打扰模式，先双排了一把，又追了一会儿剧，可有点麻了。我站起来打算再刷会儿短视频，突然听到刘冉杀猪一样的声音在门口喊道：王鹏，你掉进坑里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你也不接，甲方又在催了，你没听到啊？等他咆哮了一会，我才慢悠悠地走出来。哦，我手机不小心开了免打扰，今天有点拉肚子。以往他偷懒摸鱼的时候，就经常爱借口拉肚子，我这也都是跟他学的。刘冉急疯了，顾不上生气，直接拉我到工位上。别啰嗦了，赶紧画方案。我这电脑都没连好呢，怎么画啊？你去我电脑上画。不行啊，
别人的电脑我用不惯。刘冉无语，发现我就是故意的，直接火了。不想画就别画了，小丁，你把这个图优化了，我还不信这个公司没有他就转不动了。小丁支支吾吾，说自己之前画的方案被毙了几次了。刘冉又问了周围一圈，大家都表示这个项目经理专业出身，挑剔又不好糊弄，除了我，没人能让他满意。刘冉刚来我们部门没多久，还不太了解情况。不就是个方案优化吗？跟我当初申请国外作品集比起来简单多了，我自己来。刘冉推开小丁，自己坐到了电脑前。是啊，就刘组长这种海归人才亲自出马，那肯定得惊艳甲方。我边说边拿出手机打开了消消乐。刘冉鼻口哼了一声，打开了画图软件。5分钟后，他问了小丁一句：“小丁，复制图形点哪个按钮？”我刚喝了口茶，差点喷出来。他清了下嗓子，不自然道：“我们在国外都是用苹果系统，这种老土的系统用不惯。”行，你开心就好，最好让甲方也跟你换一样的电脑系统。刘冉折腾了半天，似乎怎么都不得劲，拉着小丁坐到一旁，他口头指挥，小丁操作修改，两人吭哧吭哧的搞了1个下午都没改好。刘冉已经娇滴滴的给甲方项目经理打了好几个电话道歉。5点29分，我踩着点站在打卡机前，时间一到，马上刷脸消失在办公室。刚到停车场，张总的电话就打过来了。王鹏，别人都在忙着改图纸，你跑去哪儿了？甲方催了一下午，你是聋了还是瞎了？马上回来加班，今晚12点前必须交图。啊？甲方没找我。再说刘组长亲自出马，甲方还不是轻松的被拿捏，我就不在那里添乱了。他刚上任没你熟悉甲方的喜好，你赶紧回来，这是死命令。年终奖你还想不想要了？我的奖金不是都分给刘冉了吗？正好让他帮我把班也加了。行，我看你是1分钱都不想要了。罗总恨恨地挂断电话，我随手将手机设置成免打扰。看到这里的宝子们，不管你现在处境有多困难，能刷到这个视频，说明你要上岸了。你要相信大数据是不会乱推的，留下一句上岸了，你在这个夏天必定福气连连。第二天9点，我准时打卡上班，走进办公室，同组同事居然全睡在工位上。王哥，你可来了，昨晚联系不上你，我们都要改分了，可甲方就是不通过，张总让我们集体加班，不准回家。我看着他们，想到无数日夜里我们也曾并肩作战，攻克各个项目，但昨天我被撤职时，却没一个人站出来为我说句话。这年头找工作不容易，每个人都有难处，我理解，但不代表我心里不介意。刘组长可是高级海归人才，有他在，想必是妥妥的。那还用说，我出马肯定10拿9稳，要不然怎么我是组长？能力不足的人就只能打杂呢。刘冉意气风发地走进来，张总紧随其后进来，也是一脸得意。王鹏，我就说还得是年轻人能力强，思路广。你以为没有你画图，甲方就过不了？没想到吧？小刘人家直接连夜搞定了甲方。我有点惊讶，昨天项目经理问我为什么我们公司突然换了项目负责人，我当时如实相告，对方说如果影响项目会追究法律责任。这个陆总一直很负责，不可能这么好说话，随便改变决定。没想到罗总又接着吩咐，今天你们接着整，昨天小刘已经和甲方说好，图可以拖到今晚12点再交。王鹏，你电脑我已经找人装好了，这次你没借口不改图了吧？原来所谓的搞定甲方，只是拖了1天时间交图。好啊，上班时间我一定认真改。这个工作态度就对了，只要甲方满意了，等下午回款到账，我还是让财务给你补个几百块年终奖。罗总和刘冉见我屈服，说笑着走了。临走，刘冉还对小丁使了个眼色，意思是盯着点我。等他们离开，我随手打开了电脑，然后打开手机，一边追剧一边吃牛肉粉。慢慢的嗦完粉，才过了半小时，我去了眼旁边一脸便秘似的小丁。王哥，你吃的差不多了吧？甲方好像又在群里催了，能不能快点？我拿出手机给他看。没有啊，别担心，群里什么动静都没有。刘组长他新建了一个项目工作群，你不在里面。哦，既然我都不在群里，那可能这个项目不需要我吧，我先去厕所了。我拎起吃完的外卖盒就往洗手间走，先带薪拉屎，然后又去找前台美女，跟她吃了半天娱乐圈的瓜。王鹏，甲方那催的火烧眉毛，你在干啥？还有多久能交图？刘冉在前台找到我，火急火燎的催道。张总紧跟其后，再度怒吼：王鹏，我看你是要反了天了，上边有点技术就不可一世，工作都不做了，干得了干，干不了麻溜的给我收拾滚蛋。行啊，无固定期限合同，只要 N+1的赔偿到账，我马上打包走人。想得美，公司没追究你不负责任都已经够意思了，公司耗得起，你能耗得起吗？咱们建筑圈这么小，你把事情闹得这么僵，信不信我封杀你？饶是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我也气得浑身发冷，心寒到了谷底。没想到人可以这么无耻。这些年我兢兢业业，为公司拿下了多少个项目，创造了多少产值，就因为他的关系户要上位，就这么把别人不当人踩到脚底，还要断送前途来威胁。好啊，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封杀我的。我冷冷道。罗总又想开骂，这时财务满脸通红的跑了过来。罗总，不好了，出大事了。什么事？快说。
甲方拒绝打款，说我们服务没让他们满意。王鹏，你被开除了，上班时间到前台泡妞，公司不需要你这样的废物。发年终奖的前一天，老总突然找我谈话，说我薪水太高了，同事意见大，不利于团结，要给我一个人降薪降职，我的年终奖分给新来的关系户。我爽快答应，直接开始摆烂。不干就不干，无固定期限合同，只要 N+1的赔偿到位，我立马打包走人。想得美，就你这种工作态度还想要赔偿？信不信我封杀你？行啊，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封杀我的。就在我和罗总坚持的时候，财务急匆匆地跑了进来。罗总，不好了，甲方拒绝打款，说我们的服务没让他们满意。罗总闻之色变，顾不上骂人，急冲冲地往办公室跑去。王鹏，你这么得罪老板，到时候你真的很难在设计这行混下去，你就不考虑一下后果吗？放心吧，我心里有数。老板无缘无故对我降薪降职，现在甲方不拨款，我看他怎么收场。还真以为我是软柿子好拿捏。小王，就是因为你不顾大局，现在甲方很不满，已经严重影响到打款，你自己看着办吧。耽误了发年终奖，你自己去跟全公司的人解释。关我什么事？我既不是项目负责人，又不负责经营回款，我要解释什么？最关键年终奖也没我的份，我管那么多做什么？哼，别以为你可以置身之外，等会我再收拾你。刘兰，你昨天不是说已经搞定甲方的吗？为什么甲方拒绝打款？我也没办法呀，王鹏这几天一直不肯改方案，甲方上面还有别的领导，我们迟迟不交图纸，甲方肯定得发火啊。这件事你不能把责任都推给我，难道你忘了这个项目负责人是王鹏吗？这个项目本来就是他牵的线，他就得负责回款。罗总似乎才想起这茬，语气居然瞬间温和了下来。小王，刚才是我火气太大了，可也是被甲方催的，你别介意啊。这个项目既然当初是你拉来的，那你去找中间人说说，先把进度款付了吧。放心，回了款，你的那部分奖金公司还是会考虑给你的。别呀，一个人扛太多不利于公司团结，还是分摊给大家吧。而且刘组长可是海归人才，难道还搞不定对方吗？王鹏，大家都是同事，别这么僵嘛。你也知道现在公司不容易，你就帮个忙，赶紧把图改了吧。刘组长，不是我不愿意帮忙，而是我觉得既然你已经接手了这个项目，就该全权负责，不是吗？我相信你的能力一定能处理好。刘然脸色一僵，但很快恢复常态。我当然能处理好，可毕竟你是前任组长，对项目更熟悉，有你在，我们效率会更高一些。效率不是靠压榨员工得来的，而是靠合理的安排和团队的协作。如果公司真的想提高效率，就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不是靠临时抱佛脚。张总在一旁听得脸色铁青，终于忍不住插话：够了，王鹏，你这是在挑战公司的权威。我告诉你，今天这个图你必须改，不改就别想在这个行业混下去。我微微一笑，语气平静却坚定。张总，您这是在威胁我吗？如果是的话，那我只能说我对这份工作并没有那么执着，毕竟这世上不是只有你这一家公司。我的话音刚落，办公室的气氛瞬间凝固，同事们纷纷停下手中的工作，目光在我们之间来回游移，空气中弥漫着紧张与不安。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舅舅打来的电话。我接起电话，舅舅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王鹏，听说你们公司今天回款有问题，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我简单说明了情况，舅舅沉默片刻后说：不行就回来吧，自家的公司总比外面强。至于你们公司那边，我会让人去处理。挂断电话，我看向罗总和刘冉，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他们到现在还不知道，甲方可是我的亲舅舅。罗总，刘组长，看来我们今天的对话可以告一段落，因为我刚刚接到通知，我们的回款恐怕要暂时搁置了。罗总闻言，脸色瞬间变得苍白，而刘冉则是一脸难以置信。办公室内其他同事也开始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怎么会这样？不是说甲方已经同意回款了吗？是啊，昨天刘组长还信心满满的说已经搞定了呢。这下好了，回款没了，年终奖也没了，这日子还怎么过啊？小王啊，下个月开始，你的月薪从2.8万降至1万，组长的位置也由新来的刘冉担任。发年终奖的前一天，老总找我谈话，说我薪水太高了，同事意见大，要给我一个人降薪降职，我的年终奖分给新来的关系户。我爽快的答应，直接开摆。第二天，甲方暂缓打款，全公司发不出一分年终奖。罗总，甲方还是拒绝打款，现在怎么办啊？走，跟我去甲方那边一趟，这1000万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拿下。可他不知道的是，我之所以能拿下这个1000万的大项目，正因为甲方的 boss 是我的亲舅舅。你们公司的那个罗总今天想来公司拜访我，我都没让他们进来，几个人在大堂等了一个下午，最后我直接叫人把他们赶出去，更别说要钱了。老舅，你可以啊，有觉悟就该这么办他。对了，咱们的关系现在还不能让他们知道。你不让我说，我怎么会告诉他们呢？谁让你是我的亲外甥呢？他们那么对你，我肯定得帮你出了这口恶气。谢谢你舅舅，公司真的太欺负人了，这次我一定要跟他们斗争到底。你的老板也真是的，
本来花点小钱就能解决的事情，非要闹成现在这个样子。裁员想挑软柿子捏，没想到裁到了大动脉，这回可有他们受的了。我的老板要是能这么想就好了，还不是见我没钱没背景，想让自己的亲戚上位罢了。晚上，王鹏一个人在家，罗总竟然带着刘冉亲自上门。小娃，是我们不对，以前的事是我考虑不周，没顾及到你的感受。这次就当我求你了，你去找中间人谈谈合约和回款的事吧。这眼看就要过年了，你也不想看着大家辛苦一年，连回家过年的钱都没有吧？实在不行，你找中间人说说，好歹让甲方的高层和我们见一见，我当面去和他谈。老板说完，又示意刘冉也说几句客套话。对不起，王哥，之前我不该在工作上处处针对你，还请您帮一下公司吧。罗总，不是我不想帮你，我只是个普通的打工族而已，真的扛不起那么重大的责任，你还是另请高明吧。小王，只要你把这件事情解决了，我就给你恢复原来的职位和薪资。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也还是你，你看怎么样？不用了，您还是把这个重任给刘组长吧，我可担当不起。我怕等回款一到账，你一句话又把我给开了，还顺带着要在整个行业里封杀我呢。所以你们还是自己想办法吧。罗总身居高位久了，哪里受过这样的憋屈，恶狠狠地说道：“你真以为公司离开了你就不能运作了吗？我告诉你，你明天就给我卷铺盖走人！”罗总说完就走了。第二天，王鹏依旧踩点上班打卡。你还真敢来上班啊！我告诉你，你已经被公司解雇了，这是通知，不是商量。你马上收拾你的东西，给我滚蛋！你要是再敢来，我有理由怀疑你是为了盗窃商业机密。不过，你要是能跟我服个软，或许我可以考虑跟罗总求求情，让你留下来打杂。看着他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王鹏直接拿出手机打开了录像。好，你再说一遍。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你要是不服气，就去找老板啊！我看你这个无业游民能不能耗得起？一个打工仔而已，还想跟公司斗？是吗？你这种不懂法的迷之自信，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你以为公司是你一个人说了算吗？我劝你还是乖乖把协议签了吧。眼下1分钱都没回到公司账上，现在连发工资的钱都没有了，更不可能有钱赔偿给你。你这样赖着不走，对谁都不好。再说这圈子就这么大，闹得太僵，最后倒霉的人只会是你。现在这大环境，你不知道外面的工作有多难找吗？要是被调职，公司随便说你几句坏话，我看哪个公司敢聘用你。这就不需要你操心了。对你这种没有真才实学，只能靠关系上位的人来说，想要做到这么高的位置，确实挺难的。王鹏没有在公司闹，直接去找劳务仲裁。他准备的证据充分，仲裁委受理了他的案件。在审理期间，罗总利用自己的人脉，在圈里到处散布王鹏的坏话，让他在圈里的名声严重受损。罗总以为这样王鹏就很难再找到工作，可离职的那天，王鹏便入职了舅舅的公司，并主动申请负责和老公司的酒店项目。上任第一天，他直接来到了工地。令他没想到的是，陆总和刘冉也来了。刘冉一看到王鹏，就忍不住大笑了起来。哟，瞧瞧这是谁？这不是我们的大建筑师吗？怎么在建筑设计圈混不下去？来社工单位当资料员，还是来工地搬砖了？王鹏，你要是现在跟我们认个错，我还可以在甲方面前替你美言几句，让你干点轻松的活。刘冉，没想到在甲方的地盘上，你还是不知道避讳，看来以前给你们的教训还不够深刻。闲杂人还是赶紧离开吧，这是别人开会的地方，不是你这个泥腿子来的场合，真是拉低了档次。甲方好不容易给了我们这次机会，你抓紧滚蛋，别在这里给我添乱。王鹏，这是甲方领导开会的地方，你都被我开除了，还来做什么？赶紧给我滚蛋！舅舅，我看他肯定是想过来巴结您的，目的就是想继续回到公司上班。他现在的名声可臭呢，有哪个公司敢要这种人？王鹏，你现在低头跟我认个错，我可以考虑让你回公司扫厕所，月薪1000，怎么样？对你够意思了吧？你们狗眼看人低的本事倒是一点都没变啊！你们凭什么觉得我没资格来这里开会？你的嘴还是那么硬，我劝你还是赶紧离开，要不然等会甲方的人到了再把你赶走，那你的面子可就真的没地方放了。你丢面子不要紧，不要影响到我们的项目。刘冉拦着不让王鹏进门。此时，其他参会的同事也陆续到了，为首的便是项目经理老许。罗总看到来人，立马换上笑脸迎了上去。许总，辛苦你了，这大热天的，还要麻烦你亲自来一趟。许总看了一眼王鹏，还没来得及开口，就听到刘冉又对着王鹏骂道：“臭小子，你这人怎么这么没眼力见？没看到大领导都来了，你怎么还跟个死人一样杵在这里？还不赶紧让开！这工地的施工单位领导怎么也不来管管，就这么放任员工在这里捣乱吗？”许总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们，不知道两人是哪根筋搭错了。你们在胡说八道些什么？这位是我们集团新上任的领导，你们说话给我客气点。王总，我们刚刚去工地巡查了一圈，发现了一些问题，会议上我和您说一下。好，先进去吧。王鹏笑了笑，带头走进了会议室，而罗总两人却还傻傻地站在那里。他不就是刚被我开除了一个小员工吗？什么时候成了王总？舅舅，会不会是甲方那边搞错了？他怎么看也不像领导的样子啊。设计方不打算进来开会吗？
别耽误我们的时间，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忙。好的，徐总。开会之前先给大家做一下介绍，王鹏是总部特派过来主管本次项目的集团副总，以后所有的方案都必须经过他的同意。好了，废话我也不多说。关于设计方给的图纸，我刚刚看了一下，大大小小的问题差不多有上百个，我已经发到各位的手上了。罗总，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个合理的解释？这个我不太懂，还是让我们项目负责人刘组长跟您解释吧。刘然本来就是靠关系上位的，对设计一窍不通，支吾了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既然你们无法解释，那就认定是你们设计的问题了。设计方要承担主要责任，造成的损失全部费用从设计费里扣。而且根据合约，如果你们在剩余规定期限内无法给我提供满意的方案，那就算你们违约了。这，罗总还有什么高见吗？没有。那就好，你们最好用点心，不要觉得随便画个图就能糊弄过去。我们项目一大堆人都抢着做，你们干得了就干，干不了就得赔偿。自从知道王鹏是甲方集团的副总后，罗总就通过各种渠道想邀请他吃饭，可王鹏就是不给机会，尤其是图纸，几乎重新画了10几遍。刘组长，你这方案是怎么回事？怎么越改越差了？你不是海归吗？怎么就这一点水平？王总，我已经很认真的在改，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看在以前同事的份上，已经给了你们很多次机会，现在这个项目已经足足拖了几个月，你知道这其中的损失有多大吗？再改不出让我满意的方案，你们就等着违约赔偿吧。我马上改，保证让你满意。王总，那个回款是不是应该打给我们了？耽误工期的损失我还没跟你算，你还有脸要回款？等你把方案改过了再说吧。刘冉这次过来本来就是想要项目款的，结果被王鹏一阵嘲讽，气得脸都红了，扭头就走。第二天，刘冉没上班，听说是生病了，请了很长时间的假，暂时把项目给了其他人负责，而他自己跑去甲方的公司总部举报了王鹏，说王鹏因私人矛盾故意挑刺，致使项目停滞不前。外甥啊，你以前公司的那个刘冉来总部告你的状，说你以权谋私，扣押回款，还故意刁难他。他脑子没坏吧？哈哈哈哈，这个刘组长估计是被你给逼急了，病急乱投医。那是他自找的，非要逞强当什么技术负责人，不懂技术还要做技术管理，纯粹自找苦吃。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舅舅，这事你别插手，我已经收集到很多他们违法的证据，他们斗打不了多久了。几天后，王鹏在公司门口遇到了刚告完状出来的叔侄俩，不由得一阵好笑。我听说刘组长生病了，可我看你这气色好像也没啥毛病啊。要是好了，就赶紧回去改方案，我已经帮你们争取了很长的时间了，再拖下去我也帮不了你们。你小子别太得意，不要以为你现在身居高位就可以目中无人。你这公报私仇的做法，我已经投诉到你们总部了，你就等着吧。你还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其实我早就可以按违约处理你们，但我还是给了你们这么久的时间改方案，可你们一直都没有改进。事到如今，我也不想玩了。对了，忘了告诉你，以后不用一次次来总部投诉了。王鹏，你现在也知道害怕了，那就赶紧把项目款打给我们，免得到时候大家都下不来台。罗总，你不觉得我这么短时间就能做到这么高的位置，觉得奇怪吗？麻烦你们稍微打听一下好吗？集团老总是我亲舅舅，你觉得用这个能威胁到我吗？什么？这下罗总彻底傻眼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手底下的一个小员工竟然有这么强悍的背景，那他还拿什么跟人家斗？好了，这场游戏差不多该结束了。王鹏，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就是我累了，不想再陪你们玩了，两位请回吧。至于你们接手的那个项目，我会派公司的法务找你们谈的。当天下午，集团的法务直接找上门。罗总您好，贵公司刘冉接手这个项目以来造成的所有问题，以及因此给项目带来的巨大损失清单，我都已经发给你们了。还有你们给予我方圆项目负责人的好处，以达到拖延规定期限、换取利益的行为，导致建筑存在严重安全隐患。鉴于你们已经严重违法了，当初签订的合同层层外包，并出现了重大的技术问题，无法继续合作，由此造成的损失和无法按照合同办事造成的违约金，现需要你们按照合同支付相应的损失。此时的两人万万没想到，以为一场再普通不过的裁员会导致自己落得如此境地，而如果王鹏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族，面对公司严重的不公平待遇，又该多无助。那个，能不能再缓缓？麻烦您跟项目的负责人再求求情，多宽限几天啊。抱歉，我只是来传达公司的决定，稍后我司将发出律师函，有任何问题法庭上都可以提出来。最后经过审理，罗总的公司因付不起天价赔偿倒闭了。罗总作为法人被关进了小黑屋，刘冉则是第一时间跑路。不过这件事影响很大，闹得人尽皆知，没有哪个公司敢去聘用他。100万的提成被老板克扣了99万，我找他理论，他却说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滚蛋。月底我看到最新到账的奖金数额，以为自己眼花了。不是100万吗？怎么只有1万块？我赶紧跑去问财务是不是小数点弄错了，他满眼同情地看向我，悄咪咪给我看屏幕上的表格。没错，就这些，我和社长一起核对了好几遍。看到屏幕上其他人的数额，我整个人都僵住了。
所有人都比我多，哪怕天天无所事事喝茶聊天的行政都有10万块。我明明是销冠，公司90%的业绩都是我创造的。过去1年，我给杂志社拉来了500来万的广告收入，按照社长之前承诺的提成20%，那我的税前收入应该在100万左右，而现在却只给我发了1万块，这不是摆明了欺负人吗？于是我马上去问广告部主任梅小华，只见他正在和人打电话。老公，我今年的奖金好多啊，我必须奖励一下自己，好纠结啊，到底是买 LV 呢，还是爱马仕？这一幕让我看得气血喷涌。我在广告部的这1年，他作为直属领导，没给过我半点支持，整天坐在办公室打打游戏、聊聊天。如今却靠着我拉来的广告，拿上了大几10万奖金，还买起了奢侈品。我强忍怒火问道：“梅主任，我的奖金是不是弄错了？”他挂断电话，没好气的冲我翻了个白眼。没错啊，怎么嫌多啊？现在做纸媒的哪家还能发出奖金？早都喝西北风了。梅主任，当时我来广告部的时候，老板答应我的提成是20%，所以奖金应该是100万左右，怎么会是1万呢？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20%，你怎么不直接抢啊？咱们全社一律提成都是2个点，到你这里就成了20个。我看你是想钱想疯了吧？你一个只干了1年多的新人，能拿1万块，应该感恩公司才对。就算按2个点算，也该给我10万块吧？你是新人，所以就只有0.2个点。见他着实不讲理，我也没再和他理论，转身下楼去等老板。越想越气，我想等老板来了直接和他沟通。提成点数是他亲口许诺的，他得认。楼下等了半天，没见到老板的影子，却碰见了下楼散步的编辑部主任曹大光。咋了，小王？今天是发奖金的好日子，你看起来怎么闷闷不乐的样子？我叹了口气，没说话。他不是我领导，和他讨论没什么意义。只是没想到他居然知道我奖金数额。难道你是对1万奖金不满意吗？见有人理解我的心思，我立马打开了话匣子。谁说不是呢？当时我从咱们编辑部转到广告部的时候，老板答应给我20%提成的，可梅主任他不认账，只给我发了0.2%。编辑部和广告部历来不对付，曹大光对梅小华的不满简直能装几卡车。我想曹大光应该是站在我这边的吧，没想到他却开始教育起了我。小王啊，这就是你不对了，别不知足，1万块钱不少了，前几年1分奖金没有，你不是照样干得好好的？再说了，这1万块你挣得多容易啊，和客户在外面吃喝玩乐一通，稍微动动嘴皮子就有了，不像我们编辑部的牛马，天天累死累活写稿子，头都秃了。我一口老血差点喷出来。他们每天上班干不了2个小时的活，踩着点上下班，居然还好意思自称牛马。本该属于他们编辑部的活，总是无限拖延，哪次不是我硬着头皮替他们干了？他居然还说我轻轻松松。曹主任，我客户沟通需求怎么就成吃喝玩乐了？再说了，我稿子也没少写啊，另外还得写策划案、出 PPT、拍视频、挨客户骂。要说忙和累，我觉得全公司上下没人比我更忙更累了。曹大光不屑地瞥了我一眼。小王啊，你真以为别人看不出来吗？你和那2个实习生天天加班，不就是做样子给别人看的，让大家都以为你们很忙很能干，博个好印象。我跟你说，领导都不省，大家都是过来人，这种小把戏以后还是少玩的好。我彻底无语，不想再和这种人多说一个字，于是又回到了办公室。实习生微微和小李不知道叽叽喳喳在说什么。我突然想起来，表格上好像没看到他们俩的名字。你们2个这次拿了多少奖金俩人一脸蒙圈。啥奖金？不知道啊。连几千块都没给吗？两人分别查起了手机银行，然后都冲我摇起了头。我的心寒又加深了一层。虽然他们俩不过是实习生，但是过去1整年可都是大功臣。年轻人新媒体网感好，拍视频做剪辑也玩得溜，是我的左膀右臂。没有他们2个干活做执行，营收的减半。可是杂志社居然1分钱都不肯给。和我一起熬了那么多日日夜夜，干的活绝对比其他任何一个正式员工还要多，每个月却只有1000块的实习工资，实在为他们感到不值，同时又觉得自己对他们有愧，毕竟他们多数活都是我给安排的。于是我马上给他们每人赚了2000块。奖金我给你们发，别嫌少，如果后续老板给我补发，我再分一点给你。俩人推让了许久，才勉强收下了。中午我又请他们吃了顿大餐，然后心里才觉得好受些了。下午老板终于回来了，看样子春风得意，满面红光。哈哈，咱们杂志社现在可是整个集团的标杆，兄弟们加油！500万算啥？明年咱们干到1000万，大家觉得怎么样？有信心吗？办公室响起了噼里啪啦的掌声，社长对众人反馈很满意，哼着小调进了他办公室。我后脚也跟了过去。老板，我的提成奖金和您当初承诺的对不上，也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弄错了。哪错了？505万乘0.2%，税前工资1.01万，有什么问题吗？老板，你这么做就不地道了吧？你自己吃香的喝辣的，难道就这么对自己手底下的员工吗？老板，我的提成是100万，可财务只给我发了1万，是不是哪里搞错了？
没搞错，505万乘0.2%，税前工资1.01万，有什么问题吗？什么0.2%？老板，当初您说的可是20个点啊！你还给我举过例子，说如果我一年能拉100万广告，提成就有20万，我这才答应去广告部的。小王，这话可不能乱说，20%，你去问问哪家杂志社会给这么多？你呀，肯定是记错了。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老板居然咬死不承认之前答应的事。我的语气不由急促起来。老板，当时您还特意叮嘱我，说我的提成过高，不能和广告部的其他同事说。这件事我是绝对不会记错的。哼，你口口声声说我给你20个点，好，合同呢？证据呢？我哑然，我确实没有任何证据。我哪里能想到自己跟了几年的领导居然会骗我？意识到想拿回这100万是不可能了，我只好打别的牌。老板，这过去1年里我拉的广告最多，这是毫无疑问的吧？确实是这样的。可是为什么奖金我是全公司最低的一个？这件事换谁都无法接受吧？大概是惊讶于我居然知道别人的奖金，老板的脸微微抽搐了一下，不过很快又浮上笑容。小王，你拉的广告最多，那的确是事实。不过有件事你搞错了，客户投钱认的是杂志社的金字招牌，不是你小王。明确的说，那500万是靠杂志品牌口碑吸引来的，和你个人关系不大。你还是年轻啊，错把平台当能力。我当然不是这么容易被忽悠的，直截了当的说。既然杂志社招牌这么牛，这么会吸引钱，那前些年怎么不见有这么多客户投钱？每年最多只有100万收入。老板明显脸上有些挂不住了。瞧你这话说的，行业还不能有高低起伏的吗？客户投放策略也是在不断变化，你能拉到500万，说明不过是吃到了行业红利罢了。我没想到老板会这么赖皮，于是攥紧了拳头，决定和他掰扯到底。我过去1年的贡献可不止拉广告这么简单，我同时还包揽了大半项目的具体落地和执行，每天都是7×24小时待命，几乎全年无休。这些我电脑里都有过程文件，谁要不服，随时可以去核对。老板愣了片刻，又无奈点头。你干的活确实不少，但这跟奖金是两码事。我干着最脏最累的活，可拿奖金却是最低的，这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吧？我说小王啊，你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而且你这觉悟不行啊，奖金不能这么论的。你才来几年，其他同事可都干了10年20年，你这一点贡献能一样吗？再者，这做人做事啊，不能太功利，还得讲人情。而你单身，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其他同事可不一样啊，要养家，上有老下有小，多拿点也是应该的嘛。做人可不能太自私啊。这算是哪门子的道理？我是来上班赚钱的，又不是来扶贫。我被气的话都说不出来，愣愣地看着眼前的人继续唾沫横飞。小王，你要放大格局往前看，未来可是有无限可能的。要想成大事，就不要计较这一城一池的得失。我告诉你个重磅好消息，集团给咱们杂志社特批下了一个宝贵名额，公司可以再招一个人。我已经决定了，这个人归你管。公司成立个新媒体部，你当主任。现在可是哪都在裁员，公司却能给你再增个人手，这是多么难得的信任啊！所以你要懂得感恩，更要珍惜这次的机会。我也不多要求，不给你压力，就1000万吧。明年保底拉来1000万，赶紧收收心思，回去好好想想明年怎么尽快把这1000万给赚到。我笑出声来，气笑的。那就先提前恭喜社长，明年营收破1000万，我就不掺和了。我辞职，明天就递交正式辞职信。说完，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办公室，只听见老板还在那里咆哮：“王鹏，你这是什么态度？我跟你说，别以为你这样能要挟我，我可不吃你这一套。等着吧，公司90%的客户资源都在我这里，敢克扣我的奖金，到时候我让你哭都找不着地方。”下班后，我没立刻回家，而是叫上2个徒弟一起去吃饭，主要是告诉他们我辞职的事，让他们先心里有个数。毕竟俩人实习期间，多数时间都是跟着我在干活。我们仨在杂志社旁边找了个餐厅，刚坐下，只听旁边的包间里传来了老板的声音：“王鹏和我提出了辞职，这事你们俩怎么看？”还有这好事，我当然是双手欢送了。反正上个月他已经把能签的单子都给提前签好了。签单是一方面，关键是要执行好。这兔崽子走了，他的活你们能接吗？客户关系好说，我让小美全部去拜访一遍。他人长得好看又嘴甜，肯定没问题。这有什么难的？都是些小把戏，闭着眼都能干。视频这块也能行吗？小菜一碟，不就是标题党再加上花里胡哨的剪辑，多大点事儿？既然这样，那我就同意他的离职申请。赶紧让他滚吧，整天牛的跟个258万似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还是广告部主任呢。梅主任说的是，仗着拉了点广告就牛哄哄的，他算个屁呀！没了他，咱们肯定干得更好。好，非常好，我再多招几个人给你们补充队伍，明年1000万，有信心吗？放心吧，老板，肯定妥妥的。听到这里，我在心里冷笑，我倒是要看看，没有我这个销冠，他们如何能做到1000万？我100万的提成被老板克扣了99万，我找他理论，他却说能干就干，
不能干就滚蛋！不干就不干！像你这种人品败坏的领导，跟着你也没什么前途。我把老总臭骂了一顿，然后潇洒离去。哼，公司90%的客户资源都在我这里，为了100万提成就把我裁了，你这老板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咱们走着瞧。第二天，我正式提了离职。老板检查了电脑里的文件后，痛快地批了，当天就收拾好东西走人。让我意外的是，回家的路上，我居然就收到了工作邀请。你好，请问是王鹏先生吗？您是？介绍一下，我是东方传媒的老总。听说你被公司辞退了，有没有这回事？我们老板之前答应给我20个点，可年底的时候竟然不认账。我是万万没想到，罗总他居然会舍得让你这尊财神早安。王鹏，只要你答应了，我保证提成是25个点，咱们都签到合同里。职位是副总，全公司的人随便你差遣，你看怎么样？不了，谢谢您的好意，不过我暂时还没有入职的打算。我婉拒了这个机会。不管去哪都是要做自媒体，那我干嘛还要给别人打工？为什么不自己当老板呢？2个徒弟听说我要自立门户，当即表示要从杂志社辞职，跟着我干。我在编辑部的时候，已经在做自己的自媒体账号，不管是粉丝还是内容，都有了一定积累，所以启动算不上难。难的是如何迅速做出影响力和口碑，然后才能赚钱。开始的第1个月没有1分钱收入，到了第2个月，一个老客户的公关负责人突然给我发来消息：你有篇市场分析，我们领导很喜欢，他想和你深聊一下，你看能不能出一篇文章？于是我给他做了一次访谈，客户领导很满意，批了10万的预算，那是我第1季度的全部收入。虽然和在杂志社时没法比，但我已经很满意，毕竟我们才刚刚开始，更需要积累口碑。这段时间，前公司财务小姐姐一直和我分享杂志社的动态。王哥，你这一走，罗总就新招了5个人，3个归到了广告部，2个归到了编辑部，还表态要做大做强，今年必须拿下1000万。我走后，公司的营运收入怎么样？这几个月的收入都还不错，就是所有人都累惨了。公司强制996，梅小华和曹大光几乎天天都干架，都说对方部门干活太少。很快，我在朋友圈看到了钱老板的炫耀贴。杂志社本季度收入180万，再创新高，感谢所有客户的信任与支持。事实再次证明，做媒体底蕴最重要。另外，奉劝年轻朋友们，莫把平台当能力，人贵在自知之明。哼，这是在阴阳我呢。王哥，啥回事啊？为什么公司还有那么高的收入？第1季度表现抢眼，很正常。毕竟我在1个月前就已经做好了全年的选题和策划案，并且为第1季度准备好了详细素材，甚至给视频提前写好了脚本，他们捡现成的用，当然顺手。这太不公平了，难怪老板敢卸磨杀驴，明目张胆私吞你的100万奖金提成。天下的乌鸦一般黑，在利益面前，这些都不算什么。接下来他们就得完全靠自己了。虽然我策划案做的详细，但是行业风云变化，很多内容未必顺应当下趋势。他们必须靠自己去发掘选题，这将会成为他们要面临的一个大坎。只签了框架协议，又不是提前付了款，后续采购多少，人家也是要看表现的。果不其然，第2季度前公司陷入了混乱。你们谁能告诉我，为什么第2季度盈利只有80多万？我养你们这一群废物是干什么吃的？我的个妈呀！今天开会，老板发了好一通脾气，感觉把他会的所有脏字都展出了一遍。开完会后，梅小华和曹大光也吵了个大的，茶杯花盆全被他俩给摔了。快说说怎么回事？梅小华嫌编辑部没本事，执行结果太烂，坏了他们好不容易拉来的单子。曹大光嫌广告部不懂业务，把握不住客户需求，所以害他们做错内容方向。梅小华还又去老板那里哭了一场，结果被老板骂回来了。对于杂志社的乌烟瘴气，我倒是一点都不奇怪。没了像我一样的血包在，他们2个不干架才是奇怪。与此同时，我这边的业务则算得上蒸蒸日上。第2季度，我做了50多万的营收。而且客户全部都是从前公司那边转过来的，也算是捡了个小漏。因为执行得很好，有2个客户已经明确在第3季度会大幅追加投入。7月初发工资时，我给小李和微微每人发了5万块奖金。师傅，你给这么多奖金，激动的我一晚上都没睡好。谁家好人前1天刚拿到毕业证，第2天就收到5万块奖金啊！别贫嘴了，好好干，以后的收入只会更多。微微和小李从此结束了实习生时代，成了我公司的正式员工。也是在7月初，财务小姐姐送来了前公司最新消息。王哥，还记得新招的那5个人吗？老板把人家都给裁了，还不肯给人家赔偿金，结果被人给告了。以老板的尿性，这点我早就预料到了。我身为销冠，他都可以毫不犹豫地把我裁掉，这种人眼界太浅了。可不是吗？接下来老板打算和第3方公司合作了，据说是做视频的行家，不过费用真的好高，但愿能有起色吧，因为我不想失业啊。前公司那边鸡飞狗跳，我这边却打开了新的局面。我给某公司领导做的一个采访火出了圈，成了新的行业标杆。不仅因此开拓了新客户，还把前公司那边的老客户吸引来了3个，其中1个还是行业龙头。
订单排得满满，而小李和微微也都在飞速成长。我让他们尽管放手去做，别怕犯错，你们犯错我买单。我只有一个要求，同样的错误不可以犯2次。好的，师傅，保证不会让你失望的。有了我的鼓励，2个人渐渐地开始独当一面。为了分担他们的压力，我又每个人给他们配了个实习生。王鹏，之前跟你说的那家第三方又贵又难用，承诺的很漂亮，但交作业发现完全是另一个极端。单这一个项目就亏了近20万，集团都给下问询函了，感觉我离失业不远了。照这样下去，公司在圈子里的口碑要开始崩坏了。是啊，集团对罗总发出了警告，如果不迅速扭亏，就要把他换了。现在整个杂志社都死气沉沉的，完全没了年初时的意气风发。现在啊，每个人都念叨你的好。现在想起我的好了，但是克扣我奖金的时候，怎么没考虑会有这个结果呢？你也别去同情他们，这都是他们自找的。可能是觉得实在撑不住了吧。几天后，我接到了编辑部主任曹大光的电话。小王啊，你最近怎么样？我听说你创业了呀，当个体户肯定很不容易吧？老哥给你些单子，支持你一把，怎么样？我当然知道，他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但是也实在好奇他给我什么单子，又给多少钱。于是我就假装感兴趣。谢谢曹主任，请问是什么单子呢？多少预算？整合传播项目，我给你2万，怎么样？你一个个体户能给到你2万块，很够意思了吧？我直接无语。这类案子我一个最低收20万，结果他给我2万，好像还让我占了多大便宜似的。果然曹大光还是曹大光，一点都没变呢。我自然是拒绝了。曹大光依然不甘心，问我多少钱能做。我回复50万，他没再理我。我盘点了下这一年净赚总利润差不多200万。我不仅没饿死，还养活了一个小团队，还让每个人都领到了可观的年终奖。小李和微微每人10万，2个实习生来得晚，而且并不是全职，所以每人拿了1万块。反观杂志社那边，不仅没年终奖，连发工资都成问题了，又回到了之前的老样子，直缴社保。根据财务小姐姐的意思，现在是人心涣散，所有人都开始悄咪咪找下家了，只有社长还在强撑。毕竟谁会这么想不开，雇他去把企业搞亏损？我不禁感慨，如果当初他们不克扣我奖金，那杂志社绝对不会走到今天这副境地。不过这跟我也没多大关系。王鹏，来我办公室一下。奇怪，我在这工作了10年 ，HR 从没主动找过我，今天这是怎么了？我顿感大事不妙。一般来说，这种情况意味着要被开除了。怀着忐忑的心情走进办公室，罗副总和公司法务既然也在，我心里更加不安了。麻烦把你的手机关机，放在这个屏蔽盒内。不是吧？搞得这么严肃做什么？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还要关机屏蔽吗？别问那么多，叫你怎么做就怎么做，哪来这么多废话？见我老老实实关机后 ，HR 的表情舒缓了一些。王鹏，这2位你都认识，我先说一下，由于我们这次的谈话涉及到公司的机密，所以要求你关机。我点了点头，算是回应。HR 翻开了面前的文件夹，拿出了一张单子给我。公司要进行自我改革，开展降本增效。你应该听说了，公司对人员结构做出了优化调整，你被裁员了。你们有什么理由裁我？这是你最近3个月的考核表，全都不合格。是的，按照降本增效的原则，连续3个月考核不合格的员工，公司将辞退处理。我被气笑了，这算什么理由？首先，你们进行这个所谓的考核，从没有公开宣布，也没跟我沟通过。其次，我的工作内容是保障公司的终端服务器能正常运行，哪怕是你们所谓的考核期3个月期间，有出过什么问题吗？既然没有出过问题，那我的工作就是没问题。所以，我不接受你们所谓的不合格说法。我这种后端的工作人员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维持系统的正常运行，那是本职工作，没人会觉得你优秀。可一旦出问题，锅就得背上了。HR 一时语塞，不知道该如何反驳我。罗副总见 HR 反驳不了我，开口道：运维工作其实很简单，公司的设备都是业内顶尖的，就算是没人管理也能保持正常运转。你的级别是 L5， 工资是 L1 新人的6倍，如果你想要留下也不是不行，主动降级到 L1， 工资跟新人的待遇一样。还真是天大的笑话，我用10年熬到了 L5， 现在想要我从头开始。罗总，在你来之前，运维主管本来有4个人，可你一来就裁了2个，现在只剩我们2个人干活，每天要加班到12点才能下班，有时候加班到凌晨2、3点也是常事。你凭什么要我降级到 L1？ 那还不是因为你们工作效率低，之前的那位主管根本不懂管理，给你们留下了这样的坏毛病。现在公司改革降本增效，要的就是清理掉你们这样的蛀虫，改革就会有阵痛。难道有阵痛就不改革了吗？你身为公司的老员工，也要为公司着想。目前的运维工作，我找2个应届毕业生就能干，根本不需要2个 L5。给你2个选择，一是选择降级，2是走人。罗副总对着我就是一阵输出，仿佛我是公司成本增加的源头。好，如果我选择走，那我的辞退补偿怎么计算？而且今天是我入职10周年的日子，按照规定，我能拿到股票和30万的奖金。
这些又怎么算？HR 冷笑一声，转头看了法务后，大声训斥道：“你还想着这些？都说了要降本增效，你觉得还会有这些吗？而且按照公司的决定，昨天是你工作的最后一天，今天你已经离职了，所以你并没有满10年。其次，希望你能主动提出离职申请，这样对你对公司都好，免得之后找工作说是被开除的，对你影响也不好。”还真是打的一手好算盘，1毛钱都不想给，甚至连离职日期都给我提前了1天，这是把我当冤大头了吗？我一脸冷笑地看着他们。那我一个都不选，如果没别的事，我就回去工作了。罗副总无能狂怒地拍了一下桌子，厉声喝道：“他的所有权限都取消，我看他怎么工作！”狗急跳墙，现在装都不装了。HR 赶紧拉住罗副总，开始说软话：“王鹏，既然你都不愿意，那公司只能走开除的程序。离职赔偿按照按的方式发放，你在公司差1天10年，按照9年算，公司会额外支付你9个月的工资。没有异议的话，马上可以办手续了。”刘主管，你好像算错了吧？按照劳动法的规定，应该给我2人加1才对。罗副总一听又坐不住了：“你一个臭打工的，懂什么劳动法？我就问你一句，你签不签字？”罗总，我今天也正常打卡上班了，所以我已经工作满10年，按照劳动法的规定，公司无故辞退我，应该赔偿我2M，也就是20个月的工资，另外还需要支付1个月的补偿金，总共21个月，对吗？这位张律师。懒得理会白痴一样的罗副总，我将矛头对准了公司法务。罗强和 HR 也是盯着法务，眼看大家都等着他的答案，他也只能硬着头皮答道：“一般情况下确实是这样的。”听到法务的准确答复，罗副总急了：“你去外面打听一下，哪个公司会赔什么2N+1的？公司裁员，我提出2N+1的补偿。”谁知老总突然大发雷霆：“你在做什么白日梦呢？你去外面打听一下，有哪个公司会赔偿2N+1的？公司无故辞退我，我的要求就是2N+1，否则免谈。”王鹏，你也是公司的老员工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你也知道，如果给了你2N+1的赔偿，后面裁员大家都会这么要求，公司无力承担，我最多只能给你N+1的赔偿，但是离职日期就是昨天，今天你没有工作，不计入工龄计算，这总可以吧？而且你离职了总要找新工作的，有点名气的互联网公司就这么多，我们 HR 圈子基本都认识，你要是闹得太难看，对你也不好，要是闹僵了，公司把你拉黑，到时候你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呢？ HR 就这样直勾勾地看着我，脸上都是阴谋即将得逞的愉悦。听说他在上一家公司独自一个人完成了裁员1500人的壮举，而且补偿基本都没给多少。抱歉，离职手续办完我就不准备继续从事这个行业了，我家里也有几个民宿，等结束了打算回去拾花弄草，直接躺平养老了。王鹏，你到底想怎样？难道真要跟公司死磕到底吗？我不想怎样，我只有一个要求，公司按照劳动法规定进行赔偿，如果协商不成，我也可以去申请劳动仲裁，包括诉讼，耗时间对我来说根本不算成本，反正不做了，我有的是事情和钱陪你们慢慢打官司，而且我可以明确告知，但凡走到这一步，最后的判决书我一定会公布在网上。HR 和罗副总见我软硬不吃，两个人的表情就像吃了屎一样难看。你这样的人我见过很多，但到最后无一例外都来求我背调说些好话，你还年轻，还是建议你考虑一下我们的补偿方式，这样对大家都好，不是吗？这位 HR，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2N+1，不然免谈。那就别谈了，我告诉你，公司已经和你解除了劳动关系，现在请你马上离开。要我离开可以，手续咱得办，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和离职证明，在此之前，我只能继续工作了。罗副总彻底绷不住了，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你没什么能做的工作了，离职证明等下给你，你马上去收拾东西。我冷笑着走出了会议室，刚关上门就听到他们摔杯子的声音。就这一点水平嘛。等我回到办公楼层，发现门禁卡都进不去了，于是赶忙给关系好的 IT 技术部主管打去了电话。老李，我的门禁卡怎么进不去了？小王啊，刚刚 HR 的柳青给我发消息说你离职了，让我把你的权限都删除了。怎么，你还没走啊？赔偿都没谈好呢，我这不是打算先收拾东西吗？那真是不好意思，不过这是 HR 的吩咐，我也没办法，我先帮你开通门禁，你进来收拾东西吧。都是打工的，这也怪不得他。等我刚收拾完个人物品， HR 就扭着腰朝我走来，将离职证明和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拍在桌上，拿着，慢走不送。我拿起一看，他给我写的理由居然是因为工作能力太差，无法胜任本职工作，懒得跟他争辩，将单子收好后，我准备离开，才发现他身后还跟了个保安。王鹏，鉴于你已经不是本公司员工，所以我派安保人员送你出门，没问题吧？刘青此刻就像是斗胜的公鸡，仰起头高傲地看着我。送我出去没问题，倒是辛苦这位兄弟了。不过还有一点我要提醒你，我的工作不交接真的没问题吗？不用了，罗总说了，你的工作随便找个新人都能干。现在请你马上离开公司。那就麻烦在交接单上签字吧，免得以后说不清。
柳青看都没看就签上了名字，仿佛有着绝对的自信。不过是个臭打工的，真当公司离了你转不动啊？没有在意他的话，我拿起东西就离开了为之奋斗了10年的公司。辞职在家躺了1周，每天都能睡到自然醒，我感觉整个人都活了过来。这时老李的电话正好打过来。小王啊，你走了之后，你的岗位他们这周面试了20、30号人，招聘公告都写的高薪面谈，你猜怎么着？人来了，他们开价3000，还要做6休1，有好几个拍桌子，骂他们脑子有问题，就直接走了。这个新来的罗副总确实病得不轻，之前老板最重视技术能力和开发能力，现如今只要你 PPT 做得漂亮，随便就能安排个主管和部门经理的职位。之前那些技术大佬，现在反而成了基层员工，开会的时候连话都不让说。唉，谁说不是呢？你离开短短1周，技术人员就裁掉了30%，现在剩下的人都是加班加点的在赶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司又以开支过大为由，将下午茶、咖啡全部取消。现在的茶水间只剩一个热水壶，美其名曰多喝热水对身体好。更过分的是，之前加班到11点后，打车回家公司全报销，现在不能报销也就算了，连加班工资都没有，还说是因为个人工作能力不行，和公司无关。就让他们作妖吧，我看公司还能撑多久。刚挂断电话，一条好友申请就弹了过来。我是新入职的何旭，麻烦你过来跟我交接一下。莫名其妙，当初柳青自己说的不需要交接，现在可不关我的事。我直接就退出了界面，懒得搭理。在我第10次拒绝何旭的好友申请后，罗副总突然给我打来了电话。王鹏，你为什么不通过何旭的好友申请？是罗副总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我问你为什么不通过何旭的好友申请？工作都没交接，后台账号也没留下，你让我们怎么开展工作？你的职业道德呢？罗总，我已经离职了，离职交接单是柳青签字确认的，有什么事你去找他解决，不关我的事。王鹏，你工作都没交接，后台账号也没留下，你让我们怎么开展工作？你的职业道德呢？罗总，我已经离职了，离职交接单是柳青签字确认的，有什么事你去找他解决，不关我的事。王鹏，后台账号呢？赶紧交出来！这女人怕是忘了我已经离职了吧？还当他是领导呢？签字了自己不会看吗？眼睛不好就去治。你私自带走公司后台账号，万一出了问题，公司会起诉你的。瞧你这话说的，账号我可没拿走。那天我人都没出会议室，你就让人把我所有的权限都锁了，电脑也给我收走了。我唯一带走的就是我的个人物品，剩下的我可不知道。我离职的那一天，电脑被收走后一直放在库房没动过。不过可惜，因为工作原因，就算出门也要带着电脑。我怕电脑丢了，就把账号保存在一个加密文件里，密码是12位英文数字加符号的组合。就算他们找到文件，解密还是个大难题。王鹏，你这是犯罪知道吗？马上把账号交出来，不然我绝对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罗总的音量陡然提高，我能听出他已经急眼了。既然这样，那你去报警吧。不等他说话，我直接挂断了电话。什么玩意，还想威胁我？小王啊，你现在可出名了，整个公司的人都知道你的事迹。老李，你现在给我打电话，就不怕他们知道把你也开除了？他们现在可不敢开除我。我跟你说啊，公司新的版本马上就要上线了，但是后台进不去，又找不到密码。刚刚让我们想办法破解密码呢。罗强和柳青2个人被你气得不轻啊。跟老李随便聊了几句，我就把罗总的电话拉黑了。劳动仲裁很快就迎来了第1次调解，公司方面依然是柳青和罗强这对组合。柳青表示，公司最多能给我的就是 N+1的补偿，但有个前提，需要我配合后台的交接工作。他们应该是实在没办法了。新版本上线已经拖了好多天，罗强作为主管已经收到了警告，如果因为这个事导致新版本无法上线，他就自己滚蛋。何斌作为我的代理律师，直接拒绝了他们这种无耻要求。我们不接受对方的无理要求，按照劳动法应当支付我当事人2N+1的补偿，也就是21个月的工资。按照我当事人当前的工资3万1个月，应当支付63万元。另外还有公司有3个月没有支付我当事人的加班费用，这部分我算了一下，应当支付2.7万元。2笔费用总额65.7万元。听到要赔这么多钱，罗总急得直接打断了律师发言。加班是因为他工作效率太差，难道要公司为他的能力差买单吗？你该不会弱智吧？我实在是忍不住，这人太找骂了。你懂技术吗？我们的代码你看得懂几个字？新版本上线该怎么操作你知道吗？你就舔个大脸坐在主管的位置上，屁都不懂，就知道天天去跪舔总经理的屁股。我怎么没看出来你还有这个爱好？你出去看看其他同级别公司的运维拿多少工资，加班是怎么算的，也不知道公司看上你什么，非要你来做这个主管。罗强打死都没想到，在公司一向默默无闻的我会指着他的鼻子骂，而且骂得这么难听，连仲裁调解的工作人员听到都忍不住嘴角挂起，只能用手遮住，免得被发现。谁给你的权利跟我这么说话的？信不信我告你诽谤？
他整个人就像个胡萝卜一样，血气上冲，整个脑袋通红。我决定再给他加把油，于是上下打量着他。怎么还不服吗？那你告诉我，操作新版本更新上线的步骤是什么？说你蠢就认，挨打要立正，你主人没教你吗？你！他翻过桌子朝我冲过来，想要打我，眼看着他的巴掌就要落在我的脸上，工作人员一把将他抱住。可恶啊！拦他做什么？我的车要没了。于是抓紧把脸往上凑，可惜还是晚了一步。眼看事态逐渐失去控制，仲裁员也只能宣布第一次调解结束，让我们各自考虑一下是否接受进一步调解，也可以直接走诉讼流程。当天下午，我和律师就去递交了诉状。可就在第二天早上，罗强又联系我，提出想要和解。王鹏，你到底要怎样才肯把后台账号的密码交出来？10万，你这个属于额外的技术服务，我这里明码标价，童叟无欺。姓王的，你这是敲诈，你这是想钱想疯了吗？王鹏，你到底要怎样才肯把公司的密码交出来？10万，你这个属于额外的技术服务，我这里明码标价，童叟无欺。姓王的，你这是敲诈，你疯了吗？我说了，这不属于我和公司的纠纷范围。工作交接的时候是 HR 签的字，我清清白白的离开公司。现在你要求我帮你干活，不给钱还想白嫖，你做什么白日梦呢？我隔着电话都能想象罗总恼羞成怒的样子，可惜他已经气得挂了电话。刚喝了一口水，柳青的电话又打了进来。王鹏，你只要愿意配合交接，你的补偿金可以重新谈。你说你跟公司闹得这么僵，对你有什么好处呢？你先按照之前调解时我们提出的方案赔我补偿金，我再考虑你的这个要求。柳青听我这话直接沉默了。正当我以为他又要拒绝我的时候，他突然答应了。行，什么时候签字？这就同意了。怎么，你还不乐意了？你处心积虑针对公司，不就是为了拿到钱吗？好吧，下周再说，我现在在外面旅游呢。能不能拿到钱我倒无所谓，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想故意拖延时间。到了约定的日子，他们倒是很爽快的就签了字。财务当着我的面把65.7万转进了我的户头。钱已经给你了，什么时候把后台密码给我？那是辞退我的补偿金，这个的另外算。之前说的是10万，现在给你们个友情价，给个5万就行。什么？你还想要钱？两位财神爷，我这价格童叟无欺，你给我转5万，我马上配合你们。后续如果还需要我协助，一次5000，付款后立马远程协助，怎么样？够实惠吧？听到我说的话，罗总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但是他没办法，只能答应。柳青阴阳怪气的讽刺道：年轻人，你这种处事风格迟早会害了你，以后有哪家公司敢聘用你？你不说话，我都把你给忘了。那个离职证明，你给我写的是能力太差，不适合本职工作，对吧？你这样写可不行，耽误我的前程。你得给我开个新的，不然要帮忙就不是这个价了。我话刚说完，就收获了2个瞪着眼睛的大傻子。虽然很生气，但是柳青拿我也没办法，只能重新给我开了一个离职证明。好了，你要求的事我们都已经办好了，现在可以干活了吗？没问题，跟我来吧。既然收了钱，我就要把服务做好。我几乎是手把手教何旭把账号密码找到后，又一步步带着他更新了新版本。我能看出来何旭什么都不会，根本就是个没接触过代码的新手小白。但他就像个好奇宝宝，每一步都要问我为什么，实在是懒得解释，只能告诉他先把步骤记好，不懂再去问万能的网友。罗强胆子真够大的，这种小白都敢招进来，以后要是出了什么事，就有他哭了。果不其然，第二天一大早，何旭就发信息问了一个很白痴的问题。懒得回复，锁屏后我就接着睡。没多久，他看我没有答复，就打了电话过来。你干嘛不回我消息？这么简单的问题，你不能直接网上搜一下吗？我这里咨询是要收费的，罗强没告诉过你吗？你都被公司开除了，还在这里装什么臭要饭的？什么钱你都敢要啊？以后你咨询的问题一次1万，没钱就别来烦我。说完，我很干脆的挂断了电话。就是惯的，他以为他是谁，还敢这么跟我说话？小王啊，那个新来的何旭不知道在网上查了个什么代码，连测试都没有做就直接执行了，公司的软件直接瘫痪了足足1周才恢复。不是吧，这种低级的代码他都不会，罗强是怎么把他招聘进来的？我跟你说，听说这人是罗副总的外甥，硬塞进来的。这就难怪了。期间罗总也打电话问我能不能帮忙恢复，我告诉他因为他外甥骂我，现在心情很不好，能不能恢复我不敢保证，但上门一次5万，如果弄好了再付10万，弄不好不退钱。罗强直接大骂我趁火打劫，然后就找其他人去了。这1周公司损失惨重，整个技术部门都去找总经理要求处理何旭，否则技术部门全员辞职。最后总经理扛不住压力，把何旭辞退了。经过这个事情，罗强也觉得小白不能用，否则一旦出了纰漏，连补救都来不及。于是他想从竞争对手那边挖个运维过来，可人家一听是这个公司要挖人，直接提出了要么月薪6万，签永久合同，并且要定保证书10年内不辞退，否则根本不愿意来。
最后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以月薪5万、永久合同加上10年不辞退为代价，才招到了一个人。紧接着，罗强就炫耀似的给我打了个电话：“以后公司就不用你了，别以为离开你公司就赚不了，我看你没收入能撑多久。”罗副总，你还真是不长记性啊！赔给我这么多钱，又花了这么大笔钱招了个人，也不知道你在炫耀些什么？难道你是跟公司有仇，还是说就是个纯种的憨货？小子，你别得意，我有的是办法让你在这个行业混不下去，你信不信？我当然信了。不过罗总，你是不是还忘了一件事？小子，你别得意，我有的是办法让你在这个行业混不下去，你信不信？当然信了。不过罗总，你是不是还忘了一件事？什么事？离职那天我就说过，如果公司执意辞退我，我会把劳动仲裁的判决书发到网上。你敢？我有什么不敢的？公司这次裁掉多少人是没有赔偿的。你跟刘青两人以威逼利诱的方式，让很多人签下不公平的离职协议。罗副总，你应该也拿到了不少好处吧？你胡说八道什么？姓王的，你最好老实点，不然别怪我不客气。这么快就心虚了？不过这都是你们惹我的后果，别急，好戏还在后头呢。说完我就挂了电话，免得污言秽语进了我耳朵。我遵守 HR 找我谈话那天我说的承诺，在收到钱后，我就将调解书和收款信息发在了网上。在我之后遭到裁员的同事看到后，都发现自己太好说话了，甚至有同事的家人正在治病，因为被公司辞退，一下就断了经济来源，补偿金又不够多，支撑不了高昂的治疗费用后不幸离世的。他们以违规解除劳动合同和用行业拉黑威胁签署赔偿协议为由，对公司和柳青提起了诉讼，人数足足有168人。这么大规模的集体诉讼一下子引起了舆论和公众的注意，所谓的行业拉黑也浮出了水面。经过调查发现，柳青大学毕业就从事 HR 工作，这么多年，他将所有认识的 HR 都拉在一个群里，名字叫滨海 HR 红黑榜。红榜是那些被辞退的时候很好说话的人，基本不需要支付多少补偿就能轻松拿捏，而黑榜是那些和他们 HR 产生过冲突，或者在辞退过程中有诉讼和劳动仲裁的黑历史，这些人就高挂黑榜之上。一时间，除了对柳青的声讨，连带着公司也上了热搜，迫于舆论的压力，公司直接解雇了柳青。柳青刚落魄地走出公司大门，就被刚好到达的警察戴上了冰凉的手铐，而我拿着这一大笔赔偿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这天我躺在金黄的沙滩上，享受着阳光的沐浴，罗强的电话就打进来了。真晦气，怎么到了国外还没躲开这憨货？带着一丝郁闷，我接通了电话。罗总，你找我有什么事吗？王鹏，公司的后台又崩溃了，技术部已经休了1周，实在没办法。老李说之前遇到过这种情况是你处理好的，你赶紧过来一下。听到他又遇到了倒霉事儿，我倒是心情好了些。我在国外呢，你不是招了个大神吗？让他处理不就行了？王哥，你是我亲大哥，都这个时候了，你就别为难我，再这样下去公司就完了。你说要多少钱才肯来帮忙？你耳朵不好使吗？都说我人在国外，怎么帮你？再说公司这么有钱，你随便发个任务单出去不就好了？没事别来烦我。罗强见我拒绝，忍不住求情。就当我求你了，你也在公司干了10年，难道你忍心看着公司就因为这么点小事垮掉吗？小事你找我干嘛？找何旭去啊？他不是有本事吗？我对公司是有感情，可还不是被你们开除了？王鹏，你一个大男人能不能有点格局？直接说吧，你愿不愿意回来帮忙？罗强还是装不下去，撕开面具露出了嘴脸。关我屁事，不行就倒闭算了。挂掉电话，我继续欣赏着比基尼美女。看我态度坚决，罗强只能找其他人给我打电话游说，甚至连那位新任总经理都打来了电话。小王啊，裁掉你这件事是罗副总私下决定的，他并没有上报。如果我知道这件事，是绝对不会同意让他裁掉像你这种为公司奉献10年之久的老员工，对此我深感歉意。这次公司遇到了大难题，你看能不能回来帮忙一下？你是新上任的总经理吧？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现在说再多也没用。况且我人都不在国内，也没办法帮到你，你说是吧？你看这样行不行？我马上给你订头等舱的机票，往返的机票我全报销，你就回来帮公司一把。结束后，你还可以坐飞机继续你的旅程。总经理的语气听上去倒是挺诚恳的，但我又不是初出茅庐的愣头青，裁员没有他点头谁敢动？罗强这种人完全不懂技术，却一直主管着运维这种技术部门。要说罗强不是他的人，打死我都不信。真的很抱歉啊，最近我身体不太好，旅途劳顿我也吃不消，我都离职半年了。你们公司的事就自己解决吧。见我软硬不吃，他也撕下虚伪的面具，开始对我叫嚣。我特么是不是给你脸了？马上给老子滚回来，要不然我让法务部起诉你，所有的损失都要你一个人来承担。我承担个屁啊！我都离职多久了，这还能把锅甩我头上？于是我也不打算跟他客气，直接骂道：我都离职了，你还敢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你的逼脸挺大，你妈生你的时候把胎盘养大吗？跟我说话客气点，你个老逼灯！不给他回嘴的机会，我立马按下了挂断键，心里那叫一个爽。总经理，王鹏这小子软硬不吃，公司的服务器又陷入瘫痪，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啊？还不是你跟柳青干的好事，这种硬茬就别去招惹，你干嘛还要把他给裁掉？
现在我哪知道该怎么办？我不是请示过你了？你说把能换的都换掉，我这才大刀阔斧的裁员。这位总经理刚上任就命令 HR 部门的利刃割向了工龄3年以上的员工，理由是3年以上的人薪资待遇高，造成公司运营成本增高。而且这个新任总经理认为这批老员工入职比较早，关系错根盘结，他不好彻底掌控公司。可他哪里会想到，裁员竟然裁到了大动脉。裁员也要看情况，那些有能力干实事的人，我们挖都来不及，你干嘛要去裁掉他们？他1个月工资3万，天天就在那里玩电脑，我哪里知道他这么重要，还这么难缠。HR 柳青已经被抓进去调查了，我就怕他供出什么来，到时候咱们也不好过啊。这个女人我倒是不担心，影响不到我们。她利用自己的职位之便，收取被裁员工的好处，这都是她自找的。我就怕董事长怪罪下来。你赶紧想办法把公司的服务器修好，不能再拖了。之前运维都是王鹏在负责，其他人根本就不会，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了。不行，你再给他打个电话，就算他要价再高，我们都答应，只要公司能度过这次危机就行。罗强点点头，于是又一次给王鹏打去了电话。王鹏，你先别挂电话，说吧，你要多少钱才肯回来帮公司的忙？你这人有毛病吧？都说了我没空，你干嘛老是抓着我不放？10万，只要你愿意回来把服务器修好，这10万就是你的。老子不稀罕，你们爱找谁找谁去，别来烦我。王鹏，你到底要多少钱？说个数。多少钱都不回去。你跟总经理不是很有能耐吗？不是说要告我吗？我等着就是了。由于我不肯帮忙，这次后台系统崩溃足足持续了10天之久。后来他们没办法，找了个大公司的大神接了私单出来帮他们修复好，足足花了30万。花点钱还是小事，关键这次事故导致公司的客户流失了1大半，经济损失高达上千万。事后董事长直接下令严查这件事。你们谁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故？短短1个月，后台又崩溃了4次，每次都持续2、3天。现在公司损失了大量的用户，好几个股东都要求退股。董事长，我也不想这样的。本来我是想降本增效，裁掉一些不重要的老员工，可谁知道新来的对业务不熟悉，操作失误，导致一系列问题出现。我1年80万请你过来干什么吃的？谁叫你们裁员的？那些都是跟了我10多年的老员工，是公司的中流砥柱，你们就这么把人给裁了？谁给你们这么大的权利？董事长，我保证以后不会发生这种事了。够了，这件事我会派人彻查清楚。1个月后，王鹏心情愉快地从国外回来了。老李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找上门来。王鹏，公司出大事了，你想不想知道？我这刚回来，你这么着急见我干嘛？是不是公司要倒闭了？没倒闭，不过也差不多。新上任的总经理和罗强都进去了。啊，他们怎么进去的？快说说什么回事？罗强把你裁掉后，又陆陆续续裁掉一大批老员工。在这之后，罗强又从滨海计算机学院招了一批见习生，可他还是没认识到新人没有经验，如何能维护这么庞大的系统后台呢？技术工作本来除了本身的能力外，还需要认真仔细。罗强根本就不懂技术，还要去管理技术人员，在这种背景下还胡乱开除老员工，公司不出问题才奇怪。谁说不是呢？因为他胡乱裁员，公司内部乌烟瘴气，人人自危。后来董事长出面才化解了危机。罗强还想把锅甩到新来的员工身上，但老板又不傻，很快找人暗中调查，发现公司一直处于亏损状态。老板气不过，将总经理罗强还有被开除后的柳青一起告上法庭，起诉他们3人联合做空公司，导致大量资产和用户流失，最后公司差点破产，是商业间谍行为。不是吧？我以为只是裁员问题，没想到还有这么多内幕。我还没说完呢，最后查出来，这个总经理在职期间多次操作人员任职和收受第三方的红包，罗强更是在设备的更新上直接购买其他公司的退换2手设备，按照全新的价格，甚至还加价卖给公司。他们2个的胆子也真够大的，那董事长还不拔了他们一层皮？比这严重多了。最后经过审理，总经理被判了6年有期徒刑，还要退还违法所得和罚款500万元，他不得不卖掉别墅来偿还这笔款项。而罗强被判了4年的有期徒刑，同样退还违法所得，罚款200万元。令我没想到的是，他还有个爱好，赌博。他之所以胆子这么大，完全是因为赌资欠的太多，被讨债追得没办法了。这下又要退钱，又要罚款，他根本拿不出钱来。那 HR 柳青呢？他又是什么问题？至于柳青，他的事情很复杂，除了要支付赔偿侵犯他人隐私的钱外，那些被他拉进滨海 HR 红黑榜的人，天天上门找他的麻烦。最后她老公受不了跟她离了婚，现在没有一个公司敢聘用她。哎，我曾经以为我会就这样在公司一直干下去，本身互联网企业的薪资不低，我还计划着45岁就提前退休。可惜老板请了罗强和柳青这个人才，这一波操作下来，公司也彻底凉凉了。没错，我也打算辞职了，这样的公司再待下去也没什么前景。我已经物色好一家公司，你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去面试？行啊，希望下个老板不要让我们失望才好。王鹏，你之前的月薪是3万，
现在我给你开6万，你愿不愿意回来继续帮我做事？被公司裁员后，老板以双倍薪资重新聘请我。再次入职的第3天，我正常到公司上班，却发现门禁卡进不去。好不容易找同事开了门，人事把我拦住，还扔给我一个红包。你被裁员了，这是你3天的工资，还有提前3天通知的补偿。我们研究过了，这么操作合法合规，拿着这些钱回家带孩子去吧。合法合规，感情还是做过功课，有备而来。我笑了，黑心老板懂点法，但不多。那这一次新账旧账一起算。老板的小舅子双手抱胸，一副幸灾乐祸的模样。我揉了揉太阳穴，十分头疼。这个陈浩没什么能力，仗着是老板的亲戚，经常对我们这些老员工指手画脚的，脾气急了就会说些你信不信我把你开了，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之类的话。一开始大家还会跟他据理力争，时间久了也就不把他当回事。陈主管，客户还等着我调试系统，我先去忙了。昨晚上线新系统，加班到凌晨3点，我的头痛的不行，根本不想跟他纠缠。说完这句话，我就绕过他，急着回工位工作。半年前公司效益不好，我被裁员了，结果补偿金还没捂热，老板就亲自到我家说公司接了个大单子，有起色了，要以双倍工资请我回来，而且还会给我项目提成。我考虑再三，还是答应了。你以为自己有多牛，还敢拿双倍工资，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看看自己配不配？我刚打开电脑，陈浩就跟了过来，伸手在主机开关上按了一下，电脑屏幕顿时黑了。这下我不淡定了，客户还在等资料，他要无理取闹也不能影响项目啊。工资是老板开的，你有意见可以去找老板。还有，我现在急着调试数据，你不要影响我工作。听不懂人话吗？你被开了，什么工作不用你做了。他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纸，啪的一声拍到我面前。这是辞退通知书，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他昂着脖子，像一只斗胜的公鸡，底气十足。我顺着他的视线看去，薄薄的 A4 纸上，白纸黑字写着辞退通知书5个大字。这是在搞什么？老板纡尊降贵的3顾茅庐，用之前的双倍工资把我聘回来，这才3天又把我辞退了。我下意识觉得不可能，更倾向于这是陈浩的恶作剧，毕竟这人没什么底线。但今天也不是愚人节，这玩笑开的也太大了点。手机不断震动，我瞄了一眼信息，客户已经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了。我很想先把工作处理了，数据不调，客户那边验收不过关，这个项目就会打水漂，公司不仅收不到尾款，还要承担项目亏损，甚至还会被起诉赔偿巨额违约金。可看这样子，事情不解决，他也不会让我工作。你把我开了，老板知道吗？他用一副看傻子的眼神上下巡视我。熬夜把脑子熬坏了吧？老板不同意，我能开辞退通知书给你。这时，周围的同事开始窃窃私语，都在替我打抱不平。不会吧？王鹏才回来3天啊，没日没夜干了3天，刚交付项目就又被裁了。王鹏一毕业就到咱们公司了，工作10年，半年前公司说裁就裁，结果老板接了项目后又以双倍薪资把人请了回来。我还夸老板有良心，现在又闹的哪一出啊？还看不明白吗？这从头到尾就是一场鸿门宴啊！大家的声音不大，但一字一句都清晰地落入我的耳中。尽管事情到了这一步，但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之前，我还是不想直接下断论。我拿起辞退通知书，转头对团队的同事说：“大家继续自己手上的工作，我去处理一下这件事。”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你自己进去找老板问个清楚吧。他敲了敲门，开了一条缝，下巴一抬示意我进去。老板见我来了，神色有些不自然。那个小王啊，你来找我什么事啊？徐总，你小舅子说公司把我辞退了。这件事我知道。小王啊，公司效益不好你也是知道的，前阵子被罗强和柳青搞得差点破产，这个我也实在是没办法。几天前老板亲自上我家，说公司接了个项目，经营好转，要以双倍薪资请我回来上班。当时的我虽然心有疑惑，但更多的是感动。老板平时为人虽然很抠，10几年来光给我画饼了，升职不涨薪，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你是老员工了，可以说是公司的创始元老也不为过。现在用工成本高，不开这个薪资根本招不到人，你先忍一忍，等公司运营情况好转了，我立马给你涨薪。为了安抚我，老板还赠予我5%的公司股权，要与我共享收益。放心，你对公司的贡献我都看在眼里，我不会亏待你的。只不过这么多年，公司从未分过红，财务账面上都是亏损。这次高薪聘请，我以为终于等到了春天，结果是在这给我埋了个坑。我倒想听听他又要扯什么理由。徐总，那你这次把我聘回来，又是为了什么？是这样的，之前我让财务做了预算，做完这个项目之后，公司就能扭亏为盈了。但是他重重一拳敲在桌上，但是财务竟然算错了，这么大的事情竟然也敢给我捅娄子，你说说是不是该罚？可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小王啊，你还年轻，公司现在自身难保，我实在是不想耽误你，所以你还是另谋高就吧。这番话下来，我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同事们分析的没错，这就是一场为我而设的鸿门宴。兜里的手机疯狂震动，刚刚我给客户发信息说10分钟后和他对接，但现在已经过去15分钟，
1个小时后就是交付验收的最后期限，客户已经等不及了。我的心中窜起一股无名火，没有提醒老板，这个严重到会让他真正破产的后果。另谋高就可以，但公司要把上次的裁员补偿金以及这次的裁员补偿金一分不少的打到我的银行账户。我在公司待了10年，月薪3万，按照法律规定，补偿金是2N+1，合计31个月的工资，也就是62万。老板一听也不装了，冷着脸。上次的裁员补偿金是你自愿归还的，你现在还想要回去，做什么白日梦？感情他把我骗回来，就是为了我的辞退赔偿金，还真够虚伪的。但是你能拿得走吗？老板，你开除我可以，但必须把辞退补偿金给我。上次的裁员补偿金是你自愿归还的，所以不能还给你。至于这次开除你，是因为试用期工作不达标，公司辞退你合法合规，能给你结算这3天的工资，再给你提前3天通知的补偿，已经仁至义尽，再多你就太贪心了。我在这工作了10年，作为技术总监，技术部门的架构从0到1都是我亲手搭建，凭什么说我的工作不达标？我来公司也不是1天2天了，这个理由我是不接受的。哎，瞧我这记性，事情太多，我给记错了，你是因为旷工才被开除的。说着，他朝门口一喊：“那个陈浩，你进来一下。”陈浩一直在门口偷听，听到老板叫他，立马屁颠颠的走了进来。你把王鹏旷工的证据给他。姐夫，我早就准备好了。陈浩说着就拿出一张表格，知道你不会轻易认账，这是你入职3天以来的打卡记录，除了第1天上班时有记录，其余时间没有一次打过卡。法律有规定，旷工3天视为自动离职。王鹏，公司能给你3天的补偿金，你就该偷着乐了。我简直要被气笑了。我一回来，项目就剩3天工期，为了赶进度，这3天我和团队直接住在了公司，根本就没回过家，当然不存在上下班打卡的说法。而这一切，老板完全知晓，现在竟然拿这个说我旷工。这几天我白天黑夜的做项目，一直都在公司，这一点很多同事都可以为我作证，你们也可以去查监控。我估计你还没看过公司规章制度吧？公司考勤制度第5条，员工上下班以打卡为准，如有特殊情况，需提前书面审批。技术人员一忙起来就不分白天黑夜，不像其他部门有着固定的上下班时间，因此在考勤这块是特殊化的，并且当初考勤制度还是我亲自起草的，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么一条？对上我狐疑的眼神，陈浩嘲弄一笑，还自诩公司元老呢，连公司的规定都不知道。新规昨天下班前就发布了，生效时间追溯到3天前。是啊，王鹏，公司对你还是网开一面，给你留了余地。要是你昨晚打卡就没这事了，是你自己无视公司规定，错过了最后的补救时机，这能怪谁呢？我拿出手机一看，果然公司内网发布了考勤新规，时间是昨天下午6点。可那会我正为项目焦头烂额，根本就顾不上去看内网。这种新规发布，按正常情况是要提前宣贯的，而不是这样静悄悄在内网一挂了事。很明显，新规是为我量身定制的。我双拳紧握，快控制不住要爆发了。老板见状，假意接了个电话：“我还有事，小王啊，你有什么疑问就找陈总跟你对接。这2天把工作收尾交接好，咱们好聚好散。对了。”老板像是忽然想到什么，语重心长地警告我：“这个圈子就这么大，你还年轻，前途无限，别把路走窄了。”这明显就是在敲打我，外加威胁我，意思是我要是反抗或者是申请劳动仲裁，他就会在圈子里抹黑我，让我找不到工作。他以为3言2语就能摆平我，可他忘了罗强和柳青是怎么在我这里栽跟头的。说实话，这点补偿金我还真的不在乎，我家里有几栋民宿，够我一辈子吃喝不愁，我愿意把赔偿金还给公司，就是对公司还抱有希望。但是看老板这副嘴脸，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徐总，你用双倍工资把我请回来，就是为了骗我归还之前裁员的补偿金吧？你明知道我的情况，这样做不怕遭天谴吗？10年来，我一直对老板尊敬有加，哪怕心里有怨言，至少面上是和和气气。这还是我第一次指着他的鼻子骂。老板也傻眼了，他在外面或许威公屈膝，但在公司一直是一言九鼎，被我这么一吼，顿时就觉得失了颜面。我念在你跟了我10来年才网开一面，没想到你如此不识好歹。既然这样，那我也不用给你留情面了。陈浩，通知所有的合作方，王鹏因工作失误被我司开除了。以后，老板话说了一半，电话突然急速响起。他皱着眉看了一眼，瞬间喜笑颜开。张总，您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呀？片刻后，他意味不明地看了我一眼。肯定没问题，不会耽误项目的。挂断电话后，他啪地把手机往桌上一拍。刚刚张总给我打电话，说项目还有问题没解决。王鹏，你怎么回事？这就是你作为老员工的担当和态度吗？你要是这种工作态度，去哪里都不会长久的。还有最后40分钟，再不解决问题，你们就都等着喝西北风吧。我眼睛都没眨一下，拒绝道：“做不了。”老板顿时暴怒，要不是打人犯法，我感觉他能抡起椅子将我砸得头破血流。什么叫做不了？早上我刚要和张总对接，可你的小舅子拦着不让我做，还把我的电脑关机了，说我已经被公司开除了，要我立马离开公司，什么事都不让我碰。
陈浩原本站在一旁看戏，冷不丁被点名，脸色一白。蠢货，我之前是怎么跟你交代的？别急，好戏还在后头，敢坑我，你就等着哭吧。蠢货，甲方那边还等着验收，你把项目负责人开除了，现在找谁去交接？我之前是怎么跟你交代的？这点小事你都能给我搞砸了。姐夫，不是你说要尽快把人弄走，现在出事了你又赖我。老板一个眼神过去，他诺住了嘴，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小王啊，开除你这件事是他做的不对，等下班后让他请你吃个饭赔罪，你看行吗？不用了，既然公司想要开除我走就是了。我脸皮还没那么厚，非要赖着不走。好聚好散也好，但是张总的项目是由你主导的，这最后一班岗你还是得站好，这是对公司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你说是吧？站好最后一班岗当然没问题，但我现在状态很差，恐怕没办法集中精力调试系统。话说到这个份上，老板也听明白了，到底是生意人，他只拧了下眉，就直截了当的问：说吧，你有什么要求？很简单，我只要拿回我该拿的。这个项目由我带着团队一手包办，短时间内根本无人可替代我的角色。老板也是意识到这点，一咬牙：可以，只要你把这个项目完美收官，我就把这几天的工资结给你，还额外给你1个点的项目提成。你拿1个点就想把我打发了，真当我是3岁小孩啊？1个点也有10来万了，你别不知足。好，那我之前归还的裁员补偿金怎么算？还能怎么算？公司会补偿你1个月工资，别再跟我讨价还价了。老板，你这如意算盘打得可真响。我之所以愿意主动归还之前的裁员补偿金，是因为你跟我说，如果我回来，不仅给我涨薪，还视同从未解除劳动关系。也就是说，现在公司无故辞退我，而且是违法裁员，需要支付我2安的补偿金。我一共入职10年，也就是21个月的工资。我现在的月薪是6万，补偿我126万，咱们好聚好散。不可能！老板气得眼睛都要喷火了，把桌子拍得砰砰直响。你这是敲诈！别以为你现在捏着我的软肋，我就会妥协，不可能的。再说公司的处境，你又不是不知道，年年亏损，我去哪弄这么多钱给你？这个不关我的事，反正我又不急，没钱你自己去想办法，我可以等。敢在我面前哭穷，平时喝的茶叶是武夷山的大红袍，500万1公斤，就这消费水平，说公司连年亏损，谁信呢？时间又过去了10分钟，客户的电话再一次打来，老板垮着脸接起，一顿陪笑后向我妥协。这个要求我确实是做不到。这样吧，裁员的事情就此作罢，合同也按照之前答应你的，不改变工龄，只涨薪。这下你总没话说了吧？第一次被骗是单纯，但同样的陷阱，如果第2次踏进去，那就是蠢了。显然我并不是那种蠢货。再说都已经撕破脸，继续在公司待下去，他们会有几百种方式恶心我，逼我离职。好马不吃回头草，有些事情经历过一次就够了。我的要求已经说得很清楚，只要拿到该拿的补偿金，我立马去调试系统。老板的脸色逐渐铁青，见我丝毫不为所动，他咬牙：先给你50万，公司账上目前就这么多钱，剩下的等公司收到项目款再结给你。不等我反应，他继续威胁道：一口吃不成胖子，年轻人做事要看长远，要是公司因此破产，别说50万，你1个子估计都拿不到。老板平时处处注意吉祥话，还立了规矩，但凡员工说一次类似倒闭、完蛋等之类的词，就罚款50。现在他连破产这种话都说出口了，显然是气坏了。但有一点他说对了，今天如果公司破产，别说50万了，我连1个子儿都拿不到。没问题，但我要收到钱后再去做收尾工作。行，去通知财务，给他打钱。老板一脚踢翻垃圾桶，冲呆愣的陈浩怒吼：你是死人吗？没听到我说什么？还不快去！想看公司开天窗吗？陈浩愤愤转身，出门前还不忘瞪我一眼。不出3分钟，手机短信提示入账50万元，目的达到，我识趣的起身出门。回工位的路上，我按下录音结束键，并把录音文件做了备份保存。从我进入老板办公室开始，我就开始录音了。之后所有的一切，既是真心，也是为了套话，为了留下证据保全自己。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做的这一切无比正确。到了工位，我只花了5分钟就修复了办理，项目很快被验收。客户那边负责项目的对接人给我打来电话：王鹏，你太牛了，这次项目做得很完美，老板十分满意，后续的系统维护就要继续麻烦你了。感谢认可，但这是我最后一次和你对接了。就在刚刚，我被裁了，后面公司应该会安排新的技术总监负责后续工作。什么？我说怎么刚刚你突然消失了？急得我都去找老板，你们公司为什么开除你啊？我还没来得及回复，陈浩带着人事部的同事强行把我的电脑以及工作文件没收。王鹏，你已经被公司开除了，赶紧收拾东西滚，别再让我看到你。我刚交接完项目，你就这么迫不及待把我赶走吗？